Hi, this is Hem Shan。我是麻瓜派。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解梦四部曲，我们决定要再多加一集，对 bonus。那这一集呢，有一个很重点，就是因为其实很久以前呢，我在某一集讲过，就是我要讲 Inception， 就是全面启动。别的地方好像叫盗梦空间吧，还是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在讲潜意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最后那个陀螺，因为他最后结局不是那个陀螺就一直转一直转嘛，那到底有没有倒？他到底有没有回到现实，还是他还在梦境里面？那时候就有说我下一集要再跟大家讲，然后这一集就一直拖到现在。然后想说上一次讲了很多梦境的东西，刚好这个 Inception 全面启动这个电影可以拿进来讲，也可以把我之前要跟大家讲 Inception 这部电影的一些内容跟大家讲，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再来加码，再多做一集 bonus。第4集解梦4部曲。然后因为其实全面启动这部电影其实蛮多年了，应该有10年有了，对，但是这么好的片子还是很值得经典回味。那如果不记得就是全面启动的人呢，我们请我们的麻瓜小编麻瓜派帮我们就是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对，你刚刚讲到说就是它应该10年没有错，它是2010年上映的，然后就跟大家快速的就是讲一下它的剧情。剧情就是大家都知道男主角是那个里奥纳多，然后他在里面做一个就是很酷的职业叫做盗梦者，就是盗是那个偷梦的那个意思，对，所以他会跟他的搭档就是透过潜意识，然后进入别人的梦里面来窃取商业机密。然后呢，反正他们这一部电影的这一次的最新的任务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国际的老板 Saito， 然后他希望进去他的那个竞争对手儿子，就是那个继承者的梦里。费雪啦 ，Fisher 费雪公司，对，没错，进入那费雪公司，植入一些想法，然后因此瓦解这个家族企业。当然可以讲题外话，然后反正目的就是那个塞罗当然也给里奥纳多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offer， 就是说只要他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他就可以回去美国跟他的子女团聚。然后以及可以撤销他就是背负的一个谋杀的罪名。那这个当然跟这部电影里面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就知道，它里面讲的罪名其实就是讲里奥纳多跟他太太也有一些故事在里面。那等一下可能我们就可以再细聊他跟他太太之间的潜意识的故事。对，这部电影其实他一开始前面某 A 公司，然后聘请里奥纳多去窃取这个 Saito 里面脑袋里面的商业资讯。所以其实盗梦这件事情在那一部电影的世界里面，其实是常常很多商业人士要窃取商业机密会去做的行为。那个 Saito 他就发现，里奥纳多很厉害哦，那你能不能反过来，你不要来窃取我脑袋的资讯，你反过来去植入新的想法，这是不是可行的？对一般盗梦者来说，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可行的。可是因为里奥纳多做过这样的事情，对谁？对他老婆。对，所以他就知道这件事是可行的。可是植入想法呢？需要有几个元素跟条件，然后它是有难度的，然后整个后面的剧情就开始伸展开了。那这跟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潜意识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说，其实这部电影啊，因为是诺兰拍的电影嘛，因为诺兰大家都觉得他是外星人，所以呢，其实它里面讲的很多讯息其实都是对的，然后也符合我们实际上可以执行的一些技巧。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也可以对你做 Inception。Inception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植入意识。把一个想法植入你的脑袋，植入想法这件事情，这部电影之所以叫 Inception， 就是它整个过程就是在植入一个新的想法，改变你的行为。因为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大概占了我们90%的行动能力，剩下10%才是我们由意识来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行为的产生跟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个潜意识占了90%，然后10%才是我们的意识。所以潜意识其实它是不会说谎的，也不可能说谎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话叫做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就是说行为胜于言语吗？自己翻译还翻得很烂，那个中文不好的人，事实胜于言语。因为我们言语我们会想要去掩盖一些我们内心的害怕，或是给予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借口，让我们可以执行我们这样的行为。但是事实上真正会促使我们去做这样的行为，其实都藏在潜意识里面。所以其实你要观察一个人，你要了解他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主要还是要看他的行为做出了什么样的事。就像例如说有些男生会说我好爱你我好爱你，但是他做出来的行为就是一点都不爱你，就是请你相信他真的不爱你。就行为才是真的，行为才是真的。你们一定要看行为，而不是看他怎么的花言巧语都没有用。
劈腿才是真的，爱你是假的。你说 Peter 吗？我说劈腿，我是劈腿，我说劈腿是真的。但是我故意搞笑的。但是我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很像那个心理学。如果大家有上心理学课啦，如果大学你有去修的话，不是就有一张图吗？那个冰山理论就讲说，其实最底层那些东西才是最真实的那个潜意识。对，然后上面的行为只是你是潜意识触发出来所做的事情。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常常看不到潜意识下面的那个东西，我们只会看到上面那一点点的东西，所以你有没有能力去觉察自己的潜意识，发现自己的行为还有行径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一件事情了。其实就蛮像，其实最近理财圈，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毕竟跟我们父母的年代不一样，现在大家都要理财，想办法以后退休会比较好过一点。那很多人就开始又重新看什么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其实跟那个理论也蛮像，就是真的蛮多你自己内心的潜意识在你的状态里，所以你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对啊，因为你怎么想事情的，你就会怎么去行动。然后很多有钱人都是做了再说，或是他就是不会担心，他只想着成功，不会想着失败。他没有金钱的恐惧。可是有钱人会相信，我即便失败，我还是再站了起来。我即便失败，这笔钱失败，但是我还是有其他的经济来源，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失败。对，因为这只是某一个我想做的一个投资项目，或者是怎么样。对，但是我真正主要的金钱来源其实是有很多方向。因为他是有钱人嘛，所以他根本不怕这个事情的失败啊。所以他在执行事情的时候，他会更带着我们一般人更多的无所畏惧的心态去执行这项事业，所以他们成功几率也会比较大。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再讲回电影里面，就是里奥纳多团队人他们要怎么想办法去改变 Fisher 的想法，怎么样他不要继续他父亲的事业，让就是 Saito 就是不再有这个竞争对手，然后 Saito 这个公司他就可以统霸整个世界，就是 Monopoly。 很恐怖耶，就是统治者的那种想法。对，就是独占事业，你知道吗？对，他就是要 dominance， 说起来是很恐怖，所以他才要花很大的这笔钱，然后去 Inception 或是盗梦嘛。比较有趣的是，我可以再讲回，就是为什么一开始里奥纳多要去盗那个 Saito 的梦，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潜意识会记得所有的事情，然后也不会骗人。潜意识不会说谎，进入一个人的梦境去盗他的梦，他可以在里面去窃取一些商业资料，因为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看过这样的资料嘛，他看过这份文件什么的，所以一旦他们进入他的梦境里面，进入他的潜意识，他们自然而然会想办法看到那份文件，他就可以知道这份机密文件是在讲什么。那这件事情呢也是真的，因为其实我们潜意识只要我们看过这些东西呢，都会放进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只是我们脑袋就是我们的意识要不要想起它，我们要不要把这个 file 拿出来。所以是不是很像，比如说你小时候可能随口听了某个长辈的某一句话，你以为对那句话其实没有任何的反应或是任何的影响，可是其实搞不好已经默默的烙印在你的潜意识，然后你长大后就会重蹈覆辙某些事情。没错，这就是行为的 program 形成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你越小的时候，你越容易受到你原生家庭的一些长辈的一些观念，或是你们家庭文化行为，或是你看，就是比如说你父母都是吵架，或是他们假设越吵越恩爱，你就会觉得跟你的另外一半恩爱，你就是要跟他吵架，当然也会有可能这样的行为产生，你就会烙印这样的行为在你的脑袋，或是你很习惯某种互动模式才是你觉得爱的方式，因为你潜意识就是很习于用这样的方式。没错，所以潜意识其实是不会说谎，你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你的潜意识。然后反正绕回电影，就是现在里奥纳多就是他们要想办法反过来去植入新的东西，然后让这个 Fisher 改变行为。但是要怎么做嘞？它里面就讲到很好，就是因为其实潜意识是由情绪、是由感情所驱动的。那这个感情就有点像是粘着剂。如果你没有这个感情的话，你这个想法、这个 idea 它是没有办法粘进你的潜意识，或者是我丢进来但不够粘。所以当你的情绪越大，你的粘着剂会越高。就像你知道，就是强力胶的概念，很像大家一般在提案东西啊，就商业提案，或是看一个广告就只丢一个广告词，你不会有感觉，但是加了画面，加了各种。对，或者是让你触发你的回忆或什么的。就例如说麦当劳好了，对，我们常常会看到麦当劳，其实他们用很多的朋友的欢聚，或是家人之间的欢聚，或是 Christmas 对的感觉，会让我们有那种情绪快乐的感觉进来，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对麦当劳的广告就是会有印象，然后我们每次想到欢聚或是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吃到麦当劳。
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都在植入我们的潜意识。对，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被广告洗脑，但是情绪真的是最重要的 key， 就是它是一个粘着剂，有没有办法真的植入你的就是核心的潜意识里面？在电影里面，他们有3层梦境，那他为什么要制作3层？因为潜意识它也是一层一层剥下来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它可能是由最外面这个潜意识在去触发和执行的，可是这一层下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然后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会去制造3层潜意识。当潜意识越深的时候，第1层、第2层，当第3层它是越深的时候，它越能改变这个人的行为，那个情绪会越大，然后越能黏着他的这个想要植入的想法。这部电影里面，这个年轻的 Fisher， 他要继承他爸爸老 Fisher 的一个财产嘛的遗嘱，所以说他们就要去处理关系。而且啊，其实我自己也有常常会去进入我自己的潜意识，然后我也会植入，我会 inception 我自己。我老实说，我为什么 inception 我自己？我通常都是会 inception， 就是好的东西进入到我自己的潜意识，让我在执行事情的时候，或是做一些行为的时候，可以更迈向成功的方向。然后我自己在看我自己的潜意识的时候，我有发现，就是很多都是关系。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或想法，都是因为我跟这个人、这个事件，我曾经跟这个朋友，或是跟这个同事可能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有实际上发生，我就会产生所谓的情绪。那好的情绪或不好的情绪，当那个情绪越强烈的时候，我的那个反应会越大。所以在电影里面呢，他们就要去处理就是 Fisher 儿子跟老爸之间的关系，去强化他们一些很深层的情绪。儿子 Fisher 跟老爸 Fisher 其实他们感情非常不好，所以感觉就很难处理啊，因为好像找不太到那个情绪的粘着点，对不对？看就是你要怎么去切入嘛。对。那我觉得他电影也讲得蛮好的，因为其实聊到就有说，正向的情绪会大于负向的情绪，也就是说，只要是情绪越强烈的情绪，它越能粘着这个想法，那会更影响到他的行动。但是当他跟他爸现在的关系是不好的状态，你又要真正去改变他的行为的话，你一定要用正向的情绪，他们产生的效益会更大。所以呢，他们并不是要植入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就是要想办法放弃你爸的帝国，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第1层的梦境其实就是在讲说，理解他跟他爸的关系，因为他爸就是刚好就是过世。年轻的 Fisher 就说，他那时候到他的病榻旁边，唯一能够听到的字就是失望 disappointed。 所以呢，这儿子就会把说父亲讲出失望这个字是父亲对他这个儿子失望，所以他就一直很在意这件事情。当他们发现这对父子关系其实真的很糟糕，那他们就要开始去排解这对父子的情绪，那他们就来到梦境的第2层。梦境的第2层呢，也就是潜意识的第2层，里面还有一个配角叫做 Uncle Peter。就 Uncle Peter 有点像是第2把交椅吧，有点像他的干爸的概念。对，干爸的概念，年轻的总裁有真正情感连结，更像他现实中爸爸的那个角色，反而是 Uncle Peter。然后他们要想办法破坏他们的关系，对，才可以转回来爸爸的影响力。对。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让第2层的 Uncle Peter 把 Uncle Peter 变成坏人。但是他们自己演的，对，是他们自己演的，对。但是他就是要用这样的，实际上他真的是体验过一次，因为梦境也是一个体验。对，我们人生就是要去体验一次，我们才会有产生情绪，对，然后我们才会那个情绪的深刻感。然后粘着度才会高，那个想法才会觉得 OK。所以 Uncle Peter 是坏人 ，Uncle Peter 才是那个要绑架我的人 ，Uncle Peter 才是要窃取我，想要拿到那份就是可以翻转我整个帝国遗嘱的那个人。那他就开始要去看找他爸爸，就是那个爸爸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他还不确定爸爸是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他就开始不信任 Uncle Peter 了嘛。对，那信任瓦解之后，他就开始要去找那个藏在他病榻旁边的那个 safety box， 那个保险箱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样的遗嘱，所以他们就进入第3层梦境。他们就来到病榻旁边，然后男主角也把那个保险箱打开，就发现里面其实是他小时候做的一个那叫什么风车吗？对，类似纸风车的东西。然后发现原来他爸爸一直把小时候他做给爸爸的东西珍藏在那个保险箱里面。然后他们那个团队编出来要爸爸这样子跟儿子讲，爸爸就说我很失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我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我希望你可以有自己的做法。你知道父亲的情感连结来了，然后他知道父亲是爱他的，然后他就会把父亲讲的最后这句话深深植入在他的潜意识里面，所以他就会觉得好，
我不会继续 follow 我父亲的脚步，我会用我自己的 own way 去做出我的帝国，采用正面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人的行为跟想法。那这时候商业的策略就是 Saito 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就成功了，然后呢 Saito 就可以统治独占这个事业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那一幕很厉害，因为像如果我们想的不够细腻的人，就可能想说就透过爸爸只要一句话讲一下就好，或是我这边放一个遗嘱一个文件在里头就够了，或什么，或是一封信，可他却放一他童年可能跟爸爸最有连结的一个物品，才可以一次这样整个勾回去，就是哇，他一直把我放在心里。对，其实人与人之间，其实我们自己实际上在 Inception 的时候，真的也都是人与人的连结，那个最深刻的东西，也许那个东西对不是当事人来说，其实这是垃圾，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对他们父子来说，代表一个很重大的意义。真的，我那时候看电影就这样觉得，说哈。就这些纸风车，然后放在一个保险箱，那个保险箱还有密码什么之类的，很难的密码，然后终于打开了。对，在电影的准备结尾哦，我就 what？ 可是就是你大概能懂啊，但事后就懂。对，那对于爸爸把那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那里，对，到头来最后都不是这个爸爸给了你多少金钱，或是他留了多少遗产给你，而是他们一直把你对他的那份爱跟心意放在心里面。对对，重要的是那份爱。那份关怀，那份感觉，那个 feel 有没有被放在内心，有没有被珍视着？所以其实潜意识都是在这样子玩的。我们的行为90%是由我们潜意识所控制的。那当你今天你会觉得，我离成功总是有点遥远，或是我总是挚爱难行，或是总是有困难，好了，要处理的通常都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害怕、恐惧、受伤的这些情绪，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可是如果你曾经过往是很开心、很愉悦的，那个通常都是 push 你迈向你人生目标或者是你成功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些想法，那个是不用去改的。可是当你发现就是有一些过往的经历，它其实是比较负面的，就是会让你驻足不前，会让你害怕，会成为你人生成功的绊脚石的时候，这才是我们要去翻转它的，就可以去做 Inception 这件事情，然后变成你加油前进的燃料。所以其实做 Inception 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这样子做，那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成功。就比如说你自己怎么说反复都找到类似那样的公司团队，但它其实离你原本理想的团队很遥远，或者怎么样都是会卡在某些类似的关卡。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以来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某些思维导致你的行为，所以进而就会一直遇到类似的事情。对对对对对，而且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其实潜意识刚刚讲这些什么 Inception 潜意识跟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吸引力法则其实也可以绑在一起？可以啊，可以啊。那既然要讲吸引力法则，我觉得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讲啦。对，这里讲不完了。对，大家可以先去回去看电影。对，这中场休息，大家先去回去看电影，然后再听下一集讲所有的细节。对对对，因为与其听我们讲前面就是口述这么多电影内容，倒不如自己去看一场，很多细节，2个多小时而已。可以约个人，约个暧昧对象，然后去 YouTube 吗？没有啊，这样有广告嫌疑。对，可以去正官方的那个可以付费的平台支持版。YouTube 也是付钱对对对，支持那个正版。我说支持正版的意思。欢迎找我们业配了。对，这次没有业配。对对对，欢迎找我们业配。欢迎干爹干妈赞助。那反正我们剩下的就是陀螺到底有没有倒，然后以及呢吸引力法则跟潜意识的东西，我们可以留在下集再讲。这样就变成5部曲了吗？不相信，我觉得会5、6、7，不会吧？因为潜意识很多东西太可以分享，其实 everything 都是跟潜意识有关系。所以大家快去看电影，才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再讲。好，拜拜，拜拜。